科学家最后竟然告诉我们，你花大价钱买的新鲜蓝莓，可能还不如冷冻库里那一包便宜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头开始，先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见过真正蓝色的水果吗？仔细想想，苹果是红的，香蕉是黄的，葡萄是紫的，橙子是橙的，猕猴桃是绿的，芒果是金色的，石榴是殷红的，无花果是暗紫的。那蓝色呢？你脱口而出蓝莓，可是等等，去你的冰箱里拿一颗蓝莓出来，放在砧板上，用刀切开，你看到了什么？里面的果肉是绿色的，有些品种甚至偏黄偏白，带一点点浅淡的紫红晕染。那层让你以为它是蓝色的东西，只是外面薄薄一层果皮而已。可即便是那层果皮，你把它剥下来仔细端详，它真的是蓝色吗？2024年2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物理学家罗克斯和他的团队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一出来，整个植物学界和食品科学界都震动了。他们把蓝莓表皮放到电子显微镜底下，放大了几千倍去观察，结果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蓝莓的果皮本身，也就是那层薄薄的表皮细胞里面填充的色素，其实是暗红色的，准确的说是深紫红色，跟葡萄皮和紫甘蓝的颜色差不多。那我们肉眼看到的那抹清新淡雅的蓝色到底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一层你肉眼根本看不见的东西里面。你有没有注意过，蓝莓表面总是覆盖着一层白白的霜状物质？很多人以为那是农药残留，或者是灰尘，或者是水果不新鲜的标志。买回家以后还特意用力搓洗，非得把那层白霜搓干净才安心。但其实你搓掉的恰恰是蓝莓最精妙的进化杰作。那层白霜是蓝莓自己长出来的蜡质层，学名叫做表皮蜡质，几乎所有的浆果类水果表面都有，但蓝莓的这一层格外特殊。罗克斯团队用原子力显微镜扫描后发现，这层蜡质并不是随便糊上去的一坨蜡，而是由无数根微小的结晶柱组成的。每一根结晶柱的直径大约只有几百奈米，比可见光的波长还要短。这些奈米结晶柱以极其精密的方式排列在果皮表面，形成一种类似于光子晶体的微观结构。当阳光射入这些结构后，短波长的蓝光和紫外光被优先散射出来，而长波长的红光和黄光则被吸收或者穿透过去。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这个原理和天空为什么是蓝色一模一样。大气层中的气体分子散射短波蓝光的能力远强于长波红光，所以我们抬头看天是蓝的。蓝莓做了完全相同的事，只不过它把大气层缩小成了一层奈米蜡质薄膜，贴在了自己的果皮上。物理学上这种现象叫做结构色，由锐利散射和干涉效应共同造成。孔雀羽毛的虹彩，蝴蝶翅膀的金属光泽，甲虫外壳的宝石色，背后的原理都是结构色而不是色素。也就是说，蓝莓的蓝色根本不是任何化学色素染出来的，而是光学结构制造出来的一场视觉幻术。蓝莓欺骗了你的眼睛，它玩的不是化学，而是物理。这个发现解释了一个困扰植物学家至少几十年的谜团：为什么自然界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蓝色水果？我们来理一理色素的逻辑。红色果实靠的是番茄红素或者花青素在酸性条件下的表现，橙色靠的是胡萝卜素家族，黄色靠的是类黄酮和叶黄素，紫色靠的是花青素在中性偏酸环境下的表现，绿色靠的是叶绿素。每一种颜色背后都有明确的化学分子对应，唯独蓝色，自然界中的植物几乎造不出能够直接呈现纯蓝色的色素分子。花青素是植物界最接近蓝色的色素，但它有个致命的性格缺陷，颜色随酸碱度变化，在强酸环境中花青素呈红色，在中性环境中偏紫色，只有在碱性环境中才会偏蓝。可问题在于，果实的内部环境几乎都是酸性的。为什么？因为酸性环境可以抑制细菌和霉菌生长，保护种子不被微生物侵蚀，这是果实最基本的生存策略。所以你看到的绝大多数含花青素的果实，不管是葡萄、桑葚、黑加仑、蔓越莓还是樱桃，颜色都是深紫到黑紫，从来不是蓝色。果实需要酸性保命，花青素在酸性中就是红紫色，这形成了一个无解的进化死结。蓝莓唯一的办法就是另辟蹊径，
不靠色素，靠光学，在果皮外面长出一层精密的奈米蜡质结构，用物理手段假装自己是蓝色的。那蓝莓为什么偏偏要费这么大的劲装蓝呢？它骗我们人类也就算了，图什么？科学家推测，答案在于鸟类。鸟类是蓝莓最重要的种子传播者，尤其是冬类、知更鸟和蜡嘴鸟，它们是蓝莓的快递员。而很多鸟类拥有四色视觉，不仅能看到红绿蓝，还能看到紫外光。蓝莓表面那层蜡质结构不仅散射可见光中的蓝光，还强烈反射紫外线。在鸟类的视觉世界里，一颗成熟的蓝莓简直就是在绿色灌木丛中亮起的一盏霓虹灯，闪烁着对鸟类来说极具吸引力的光谱信号。来吃我！鸟儿吃掉蓝莓后，种子随着粪便散播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蓝莓的基因就此开枝散叶。所以蓝莓的蓝色本质上是一张进化了数千万年的广告招牌，目标客户压根不是人类，而是鸟。我们人类不过是被这张精心设计的鸟类广告顺便骗进来的路人甲，还自以为发现了什么超级水果，心甘情愿掏钱买单。搞不好蓝莓在植物界的朋友圈里都已经笑歪了。好了，蓝莓其实不是蓝色的，这件事搞清楚了，可另一个更大的骗局，或者说误解才刚刚开始，那就是围绕花青素的种种神话。打开任何一个购物平台搜索蓝莓，你会看到铺天盖地的宣传语，富含花青素、抗氧化之王、保护视力、延缓衰老、预防癌症、改善记忆力、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简直把蓝莓说成了水果界的神仙药丸。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花青素到底是什么？它是一大类水溶性色素的统称，属于多酚化合物中的类黄酮家族，广泛存在于紫色和深红色的植物组织中。这里注意一个关键词，广泛存在。花青素绝不是蓝莓的专利，紫甘蓝里有，紫薯里有，黑米里有，紫葡萄里有，樱桃里有，蔓越莓里有，甚至红洋葱和紫色胡萝卜里面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查各类食物花青素含量的排行榜，蓝莓其实排不到第一名，野生黑加仑、接骨木莓、阿萨伊莓、巴西莓，甚至我们身边很常见的桑葚和黑枸杞，花青素含量都不逊色于蓝莓，有些甚至是蓝莓的好几倍。那蓝莓为什么偏偏被封为花青素之王？说白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商业行销的胜利。北美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栽培蓝莓产区，美国和加拿大的蓝莓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投入大量资金，赞助营养学研究，同时通过媒体和明星背书，疯狂推广超级水果这个概念。超级水果不是一个科学术语，它是一个行销术语，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认证过哪种水果是超级的。但消费者不管这些，听多了就信了，买多了就习惯了，于是蓝莓就这样坐稳了抗氧化之王的宝座。那花青素本身到底有没有用呢？公平地说，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但远没有你被告知的那么神奇。在体外试管实验中，花青素确实表现出相当强的抗氧化能力，它可以中和自由基，保护细胞不被氧化损伤。但问题在于，试管里的结果永远不能直接等同于人体内的效果。花青素一旦被你吃进嘴里，就要经过一场残酷的消化道之旅。首先是胃里的强酸环境，大量花青素在这里就已经被分解了，然后幸存的花青素到达小肠被吸收，但吸收率极低，接着进入肝脏被代谢，分子结构被大幅修改。整个过程走完，花青素的生物利用率通常只有 1% 到 5%， 有些研究甚至报告不到 1%。 也就是说，你吃下去一大碗蓝莓，真正能以有效形式进入你血液循环系统的花青素分子，可能连指甲盖那一丁点都不到。更有趣的是，科学家后来发现，花青素的健康益处可能根本不是来自花青素本身，而是来自它的代谢产物。花青素在肠道中被你的肠道菌群分解后，会产生一系列更小的分类代谢物，比如原儿茶酸和对香豆酸。这些代谢物的生物利用率反而比花青素本身高得多。所以有些科学家开始质疑，也许花青素只是一个载具，真正干活的是肠道细菌把它拆解后生成的那些碎片。如果这个假说成立，
那花青素抗氧化这个说法就需要重新定义了。你吃的不是抗氧化剂，你吃的是肠道细菌的原材料，细菌才是真正的工人。好了，接下来该聊那个最深入人心的蓝莓神话了。护眼，蓝莓保护视力，这句话你一定听过无数遍。父母让小孩吃蓝莓说是护眼的，加班族吃蓝莓说能抗眼疲劳，连蓝莓味叶黄素胶囊都卖到脱销。可这个传说的起源追溯起来居然充满荒诞。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据说英国皇家空军有一批飞行员夜间视力特别好，在夜间空战中击落了大量德军战机。英国军方对外发布消息，解释说这些飞行员之所以夜视能力超群，是因为他们大量食用蓝莓果酱和胡萝卜。这个故事被当时的媒体广泛传播，蓝莓护眼的观念从此深深植入了英语世界公众的脑海，后来又随着全球化扩散到全世界。可几十年后，历史学家和军事研究者揭开了真相，那根本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欺骗行动。英国皇家空军夜间击落德军战机的真正秘密武器，不是什么蓝莓果酱，而是刚刚研发成功并秘密装备的机载雷达系统。有了雷达，飞行员在漆黑的夜空中也能精准锁定敌机。但英国不想让德国人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这种划时代的技术，于是军方的情报部门编造了一个听起来既可信又无害的解释：我们的小伙子视力好，是因为他们吃蓝莓吃得多。德国人还真就没起疑心，因为这个说法符合当时欧洲民间已有的深色莓果对眼睛好的朴素观念。就这样，一条暂时假情报变成了流传至今80多年的全球性健康神话。当然，这里也要公平地说，后来确实有一些临床研究发现，高剂量的花青素和花色苷补充剂可能对眼睛的微血管循环有轻微改善作用。也有研究显示，对视网膜感光细胞的氧化损伤可能有一定保护，但注意措辞，是可能，是轻微，是高剂量纯化提取物，不是你饭后吃几颗蓝莓就能达到的效果。你不会因为每天吃一盒蓝莓就摘掉眼镜，也不会因此治好任何眼科疾病，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抗癌，那就更要谨慎了。确实在细胞实验中，把花青素直接淋到培养皿里的癌细胞上，能观察到癌细胞增殖被抑制的现象。动物实验中，大剂量灌喂含花青素的提取物，也有一些抑制肿瘤生长的报告，但从细胞层面到真实人体，中间隔着108000里的距离。细胞实验中使用的花青素浓度，你可能要一天吃几十公斤蓝莓才能在血液中达到那个水平。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项大型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能够证明日常食用蓝莓或者口服花青素补充剂可以预防、延缓或者治疗任何一种人类癌症。任何告诉你吃蓝莓防癌的人，要么是在过度解读初步研究，要么就是在卖东西。不过，就在你可能对蓝莓开始有些幻灭的时候，接下来的研究却丢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反转。先别急着放弃蓝莓，但你很可能买错了形态。2022年，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食品科学团队发表了一项非常严谨的对比研究。他们把同一批次采摘的蓝莓分成2组，一组当作新鲜蓝莓，在冷藏条件下模拟超市货架存放，另一组立刻进行工业级急速冷冻，然后在不同时间点分别检测2组的花青素含量、维生素 C 含量、总分类化合物含量以及抗氧化能力。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冷冻组在几乎所有营养指标上都持平，甚至超过了新鲜组。尤其是花青素含量，冷冻蓝莓在某些品种中比新鲜蓝莓高出了2到3成，不是高一点点，是高了相当显著的幅度。这怎么可能？新鲜的难道不应该更好吗？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新鲜是最好的，超市里新鲜水果的价格也永远高于冷冻水果。可在蓝莓这件事上，科学数据告诉你，那个常识可能是错的。秘密藏在2个关键环节里。第一个环节是冷冻工艺本身，这可不是你家冰箱那种慢悠悠的冷冻，而是-30到-40度的极低温急速冷却。在这种温度下，蓝莓细胞内的水分会迅速形成极其细小的冰晶，而不是慢慢长成大冰块。大冰晶会像刀片一样划破细胞壁，导致解冻后果肉变成软烂的泥。但超小冰晶反而能刺穿液泡膜，
而花青素恰恰就储存在叶泡里面。所以当你后来把冷冻蓝莓解冻的时候，被释放出来的花青素不再被叶泡膜束缚，反而比新鲜状态下更容易被你的消化系统接触和吸收。这就像用细针在保险箱上扎了无数个小洞，里面的宝石粉末自己就露出来了，你甚至不用费劲开锁。第二个环节更残酷，那就是所谓新鲜蓝莓在供应链中的真实遭遇。你在超市里看到的那盒包装精美，标注着新鲜的蓝莓，从它被采摘的那一刻算起，到它最终出现在你面前，中间很可能已经过去了5天、7天，甚至2周以上。这段时间里，蓝莓并没有暂停，它的细胞依然在呼吸，消耗糖分和有机酸，果肉中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 在持续被氧化降解，多酚氧化酶在不知疲倦地分解着那些你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营养素。等它终于躺在货架上的时候，看起来还是那么饱满亮蓝，可内在的营养含量可能已经悄悄打了7折。而冷冻蓝莓因为是在巅峰成熟度的几个小时内就被急速冻结，所有生化反应在那一刻就被按下了暂停键。时间是营养的敌人，而冷冻就是时间的暂停键。不仅仅是蓝莓，2014年英国切斯特大学的一项综合研究比较了超市货架上的新鲜蔬果和冷冻蔬果，发现在很多品类中，冷冻版本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含量都不低于甚至高于所谓的新鲜版本。原因都一样，你看到的新鲜往往已经不新鲜了，它只是长得新鲜而已。所以结论可能会让你有点惊讶，如果你吃蓝莓是为了花青素和抗氧化营养，那冷冻蓝莓不仅便宜得多，在营养保留上可能还更胜一筹。当然，如果你就是喜欢新鲜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一口清甜汁水，那也完全没问题。吃新鲜的口感确实更好，只是不必为此多付2-3倍的价格，却期望获得更多的营养回报。最后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宏大问题，世界上为什么不存在真正的蓝色水果？这个问题一旦较真起来，背后其实牵连着进化生物学、光学物理和生物化学的三方角力。我们已经知道了，花青素是植物界最接近蓝色的色素大分子，但它在果实的酸性环境中死活变不成蓝色。植物界里最接近纯蓝色的花青素成员叫做萃雀素，它在极特殊的条件下可以呈现蓝色，需要和特定的金属离子，比如铁离子或镁离子形成螯合物，同时还需要其他类黄酮分子进行共摄作用辅助，再加上碱性环境的配合，3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在某些花瓣里偶尔能做到，比如矢车菊、牵牛花和某些绣球花，但果实不行。果实必须维持酸性环境来保护种子安全，这是不可妥协的底线。所以在色素这条路上，蓝色水果是一条进化的死胡同。于是蓝莓绕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路，不改色素，改结构，用奈米蜡质结构去操控光线，用物理学代替化学，在果皮表面人为制造出一个蓝色假象。这不是欺骗，这是数千万年进化的智慧。在这场漫长的生存军备竞赛中，蓝莓用一层肉眼看不见的蜡质薄膜解开了整个植物界都解不开的颜色难题。而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我们人类被彻底骗了进去，心甘情愿地为一颗并非蓝色的小果子冠上了蓝莓这个名字，还花大价钱捧上神坛。所以下次当你在超市里犹豫着是买那盒标价不菲的新鲜进口蓝莓，还是旁边冷冻柜里那袋其貌不扬的冷冻蓝莓时，想想今天聊的这些故事。蓝莓不是蓝色的，花青素不是万能药，护眼神话来自2战假情报，而冷冻的可能比新鲜的更营养。你以为你了解蓝莓，但蓝莓了解你远比你想象的更深。它知道你会被那层蓝色光晕吸引，会为超级水果4个字心动，会毫不犹豫地拿起那盒最贵的放进购物车。毕竟它可是靠着一层奈米蜡质骗了鸟类几千万年的老江湖，骗你那不是手到擒来吗？